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这就是斑马的改变。暴砍50加助马刺击败奇才，文班亚马迎来生涯之夜。中锋单场砍下50分并不常见，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得分中有一大半并非来自篮下。文班亚马近期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他在最近3场比赛中总共命中了20记3分球，这一壮举让他打破了唐斯曾保持的中锋3分单场命中纪录。文班亚马的出现无疑让人们看到了超现代球员的典范，他不仅在身高和臂展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更在技术和球风上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全面性。然而这场比赛所传递的信息远不止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文班亚马在马刺队中的地位和角色已经通过他在场上的表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有观点认为，文班亚马在场上有时显得过于随意，处理球不够谨慎，甚至有人认为他有些飘了。但无论如何，文班亚马越来越多的尝试3分球，以及像后卫一样处理球的回合，都是不争的事实。赛季至今，文班亚马场均要投出8.3个3分球，这一数字在中锋位置上遥遥领先，排名第2的球员场均出手次数仅为5.4次。文班亚马在弧顶拔起的3分球已经逐渐成为他进攻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上赛季相比，他在弧顶的3分球出手占比从 31.3% 飙升到了 47%。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文班亚马在进攻端的多样性和全面性，也体现了马刺队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他们愿意让这位年轻的中锋在场上自由发挥，尝试各种进攻方式，以寻找最适合他的比赛节奏和风格。文班亚马的出色表现不仅让他个人在 NBA 赛场上大放异彩，也为马刺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他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将成为马刺队未来比赛中的重要武器。换句话说，马刺队的教练组对文班亚马出手越来越多的3分球持开放态度，甚至鼓励他这样的打球方式。而关于保罗的到来并未让文班亚马更深入地扮演内线角色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马刺引进保罗时，外界普遍预期保罗会引领文班亚马进行更多的挡拆配合，从而让后者获得更多篮下得分的机会，提高进攻效率，类似于过去的小乔丹、艾顿等球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刺并没有因此增加大量的挡拆战术。事实上，本赛季马刺的挡拆次数场均 16.1 次，甚至略低于上赛季场均 16.3 次。值得注意的是，保罗作为一位擅长策动挡拆的球员，他本赛季的挡拆次数确实有所下降。尽管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从实际比赛内容来看，保罗仍然频繁地利用挡拆发起进攻。然而这些掩护后的配合往往以文班亚马外弹接球结束，而且文班亚马在接球后增加了许多运球后的跳投，这一变化可以从他本赛季中距离投篮的受助攻率下降，从 71.9% 降至 63.6% 中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班亚马在马刺队的定位和他在球队中的重要性。马刺将他视为一个纯粹的外线球员，而不是像浓眉唐斯那样的内线球员，而是更接近杜兰特这样的全能型前锋。马刺坚定地给予文班亚马这种自由度，即使这样的打法可能显得不够高效和随意，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保罗的最大威力。然而这是马刺长期发展的不可逆趋势，因此你会发现本赛季策动最多挡拆的并非保罗，而是文班亚马。这些细微之处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就连经验丰富的圣保罗都无法改变马刺将文班亚马置于外线打法的决心。那么未来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文班亚马继续增加3分球的出手，就像一名后场球员那样在场上驰骋。当然，这样的打法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看似随意的失误，但话说回来，哪位持球核心球员的成长道路上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文班亚马此前生涯最高分为40分，当他在上半场砍下24分时，人们或许以为他只是要打破个人得分记录，没想到他却一举突破了50分大关。上半场文班亚马的3分球10投4中，这样的出手频率甚至超过了库里。到了第3节，他更是手感火热，3分球4投全中，仿佛库里附体，让人不禁想象，如果他手感持续火热，一场比赛出手30次3分也并非不可能。在场的文班亚马展现了强烈的出手欲望，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强烈的进攻性，无论在内线还是外线都屡有建树。正如大家所预料的，当文班亚马将内外线的出手平衡后，他将成为最难防的球员之一。
而文班亚马3分手感爆棚时，他几乎处于无法防御的状态。奇才队用萨尔来防守他，尽管两人年龄相仿且都来自法国，但天赋的差距却远大于身高的差距。无论是瓦兰还是萨尔，这场都被文班亚马的3分球投的毫无招架之力。文班亚马近几场对位的也大多是脚步较慢的中锋，如小萨等，这让他打得游刃有余。全场比赛下来，文班亚马29投18中，其中3分球16投8中，仅用了27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就砍下了50分。此外还贡献了3次封盖，表现堪称完美。那无人可挡的3分投射如同得分机器般迅速累积分数，可以肯定的是，文班亚马未来必将有更多如此精彩的比赛，而这仅仅是他辉煌征程的起点。而另一位砍下50加的球员字母哥的征途则显得颇为坎坷。全场他34投21中，罚球17中16，狂揽59分、14篮板、7助攻、2抢断、2封盖，刷新了他职业生涯第2高的得分纪录。在比赛的某一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场景，雄鹿全队仅得24分，而字母哥一人就贡献了22分，其余得分仅靠大洛的罚球得到2分。雄鹿全队该节22投仅7中，而这7中全部由字母哥一人包办，他个人10投7中。活塞每得1分，字母哥便迅速回应1分，整个第一节几乎成了他个人的得分表演。并非字母哥不愿传球，实在是队友手感冰凉，若他不挺身而出，分差将被迅速拉大。若整场比赛都维持这样的状态，雄鹿恐怕难以挺过第4节，但字母哥的英勇表现为队友赢得了调整手感的时间。普林斯和特伦特在外线给予支持，大洛也在攻防两端迅速找回状态。然而雄鹿与活塞的比赛依然焦灼着，比赛最后时刻，活塞拥有绝杀机会，他们试图复制前一天对阵热火时的边线球空接战术，但字母哥虽然及时干扰，却被判犯规，这一判罚颇具争议，但雄鹿已用完挑战机会，无力回天。活塞今年的5号新秀在重压之下站上罚球线，却遗憾2罚不中，这为雄鹿和字母哥赢得了喘息之机。而这一次，他们没有让胜利从指缝间溜走。加时赛中，字母哥5投全中，独得11分，包括命中了他本赛季的第2记3分球，最终帮助球队取得了宝贵的背靠背胜利。颇为有趣的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字母哥掌握着球权，他完全有能力再发起一次攻势，但这场的字母哥却展现出异常的冷静，最终决定放弃那次可能的进攻机会。这一决定意味着字母哥错失了冲击60加得分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已经砍下了惊人的59分、14篮板、7助攻的数据，表现极为耀眼。如果那次进攻继续，字母哥完全有可能将自己的得分提升至60分大关。然而，尽管未能收获60加的华丽数据，字母哥仍然赢得了球迷们的热烈掌声。事实上，那最后一攻确实已无必要，因为球队已经取得了足以保证胜利的比分优势。这场比赛，字母哥仿佛化身为中投之王，他在禁区之外的跳投命中率高达13中8，加上罚球线上的3次中投，全场比赛中投命中数可能达到了10个，这或许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纪录。字母哥砍下59分，我并未感到惊讶，他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了全面的进攻技巧，包括17中16的罚球命中率，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要知道，他本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仅为 55%， 而这场比赛后，他的罚球命中率已经提升到了 63%。回想起2021年总决赛最后一场，字母哥同样砍下50分，当时他的罚球是19中17。这场比赛仿佛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巅峰状态的字母哥，他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了自己的全部实力。加时赛取胜后，面对全场观众 MVP 的呼喊，字母哥情绪激动，声音略带哽咽。当主持人提到他59分是赛季新高时，他却将赞誉送给了队友。我为我的队友感到骄傲，他们从未停止努力打球。我们深知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我记得我们夺冠那年，赛季初也并不顺利，但我们从未放弃，无论谁上场，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尽管外界关于字母哥可能提出交易申请的流言不断，但在这个联盟中，没有人比字母哥更热爱雄鹿和米尔沃基。他们目前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只要字母哥还在，一切都还有希望。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